大家好，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了谁就不能活。这不，妈宝男冯绍峰前脚刚刚离开赵丽颖，妈宝的宝妈后脚就立马张罗在豪门的圈子里物色下家了，而且前提条件是不能再找娱乐圈里的人了。说白了，就是生怕戏子无情。这种貌似吃一堑长一智的做派，算是把包括戏精儿子在内的娱乐圈全部给否了。话说这个精于算计的少峰妈，其实一直都对赵丽颖的出身颇有微词。举办婚礼就是不想和这个凤凰女背后的家庭产生出过多的交集，所以这次开面布宫的为儿子征婚，也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避免让儿子再受二婚二离之苦。虽然他心里面也清楚，收视女王赵丽颖也不是盖的，婚前的年收入就高达 1.9 亿人民币，比起他儿子的4000万相差5倍之多，让这个婚后还想继续保持强势的婆婆也实在强势不起来了，这才是让强势婆婆心里面跨不过去的坎儿。也就是说，她即便再看不起赵丽颖的出身背景和寒酸家境，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儿子在赵丽颖强大无比的赚钱能力面前相当的弱鸡。这实际上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蹊跷之处了，因为很多时候婆婆对小两口婚姻的杀伤力都不亚于小三小四，所以冯绍峰赵丽颖的离婚注定就是若干方面思想冲突的最终结果。那么少峰妈这次干脆摆明车马要门当户对的想法到底合适不？在我看来，这想法相当的正确，因为好的感情的确需要棋逢对手，不要俯视，更不要仰视，最好是平视。只有势均力敌，大家才会心照不宣，才会感觉彼此的舒服。这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就提到过3个惊人的离婚数据，而这些数据恰恰说明了婚姻关系中男女需求的差异有多么的明显。第一，就是提出离婚的一方往往不是男性，而是女性，而且占到了 73.4%。这个女性除了妻子的角色，也少不了婆婆的角色。第二，就是3年之痛7年之痒，闹离婚的夫妻已经熬不到7年之痒了，婚后的3年成为了离婚的高峰期。赵丽颖、冯绍峰的离婚就恰恰踩到了这个时间点。第三，感情不和的离婚比例居然高达 77.51%， 也就是说每10对闹离婚的夫妻当中，至少有7对是因为感情破裂。而感情不和、感情破裂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柔性的说法，实际上很多感情不和实际上都是带有强烈的火药味的，说白了就是没有人愿意做出妥协。问题是婚姻本身就是门妥协的艺术，如果2个人的家庭背景、收入来源都产生出了巨大的落差，那么去填补这种落差的妥协的需求更会是成倍的增长。很明显，赵丽颖、冯绍峰的3年之痛以及感情不和，压根就没有人愿意去妥协，而且还是在2-1的压倒性优势之下。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中，赵丽颖不想当生子机器，冯绍峰不想老妈难过，少峰妈更不想儿子弱势。于是乎，少峰妈门当户对的心声就呼之欲出，浮出水面了。而且门当户对的潜台词只有一个。有意思的是，从小娇生惯养，一路都是桃花盛开的冯绍峰，也没有浪费过自己的好皮囊和好资源。他在结婚前所交往的女朋友都已经达到了2位数之多，这离婚之后更是直接跳过了什么疗伤期、空窗期等等的老石子，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圈外人加上富二代，而且更重要的是脾气性格都相当的好，容易调教，因此深得冯家老妈的喜爱。所以冯绍峰的确是少峰妈肚子里的蛔虫，知道自己老妈所讲的门当户对潜台词就是听话和顺服。对比离婚后就努力工作的赵丽颖，冯绍峰更着迷于桃花的收割，这无可厚非，每个人的选择都真的是不一样。有的人为自己而活，有的人为老妈而活，
都是各有各的活法。然而，在中国离婚率日益走高的今天，每一个成年适婚的男性，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扮演吗？如果一心只关注女性的妥协，忽略女性的感受，这个 73.4% 或者说 77.51%会不会继续暴涨成为下一个惊人的数据呢？说到这，您又怎么去看高法的大数据或者豪门的恩怨呢？欢迎您畅谈个人的感想，分享个人的故事，谢谢。